友宠粉的仪态又来了。最近有一个新的网络词汇，不知道大家听过了没有，叫一塌糊涂。这个词儿用来形容 RYC 成员任豪塌方之后，紧接着夏之光也再次塌方，湖人的房子一塌再塌，一塌糊涂。话说这个词儿还挺灵性的，真的是很符合 RYC 目前的境地了。先是任豪被前女友爆料海王实锤，他不仅是个海王，他还劈腿，他是个骗子。又是夏之光被拍到与钟丽丽的恋情曝光，两件事一连发酵了好几天，才随着两人接受公司惩罚落下了帷幕。将对夏之光进行以下处理：即日起，为期30天内停止其一切个人活动的新增签约；将对任豪进行以下处罚：即日起，为期60天内停止一切个人活动和团体活动。没想到现在组合队长兼 C 位的周震南也出了事儿。在任豪和夏之光恋情曝光时，可以说 RYC 就是目前国内发展最好的限定男团。虽然只有2年的限定期，但是从出道以来11个成员就展现出了极强的团魂，对于团队有着一个非常清晰的发展规划，就连对于最难平衡的唯粉之间的矛盾都被 RYC 摆平了。谁能想到成团1年多，竟然因为任豪和夏之光的恋情崴了脚？但是 RYC 的风波显然还没有过去。在夏之光和钟丽丽的恋情被曝光后，知情人爆料，任豪和夏之光的恋情只是 RYC 风波的开胃菜，接下来还会有其他成员的恋情爆料。瑟瑟发抖啊！知情人士原本的说法是，某竞队的狗仔把 RYC 的11个成员全都跟拍了，除了住在宿舍的成员没有被拍到，第4名、第7名和第11名都被拍到了恋情实锤，而第5名和第6名则被拍到了跟异性吃饭的画面。众所周知 RYC 第4名正是夏之光，这个说法已经得到了证实。所以说目前第7名张延吉和第11名赵绕其实是知情人口中同样被拍到恋情实锤但还没有被爆出来的成员。而第5名姚春和第6名翟潇闻也有点危险，如果这个说法真的是在日后被放出实锤，那 RYC 的11个成员就有超过一半的房子都塌了。眼看离解散只剩下半年，真替他们捏把汗啊！话说这也不是第一次有人暗示 RYC 的瓜了，早在1个月前就有网友透露，内娱有一个7人以上的团中4位成员都有女友，分别是00后的舞蹈担当和 rap 担当，95后的舞蹈担当和门面担当，同时还放出了一组剪影图。其实国内7人以上的男团并没有几个，很容易锁定目标，并且这份爆料中其实已经有几个已经应验了。首先是95后的门面担当，众所周知 RYC 比较公认的门面担当就是何洛洛和任豪，而何洛洛是00后，所以直接锁定任豪。最近任豪的恋情瓜就真的曝光了。其次 RYC 的舞蹈担当是夏之光、姚琛、刘野和赵让4人，其中00后的是夏之光和赵让，而目前随着夏之光恋情曝光，也可以锁定是夏之光了，只不过剩下的2段恋情还未被爆，队长周震南的料反而愈演愈烈。大家都知道周震南从出道就一直有着隐形富二代的人设，以前上学的时候就读的是价格高昂的私立学校，他还曾晒出过一把价值10万的吉他，多次现身的时候带着价值60万的金表。此前节目组去周震南家录制节目的时候，能看到家里住的是大别墅，装修很豪华，就他自己的房间都有40平米了，家里还有3个保姆，标准的富二代生活。然而10月24号晚，一篇关于周震南父亲周勇是老赖的文章在网上开始疯传起来。文章中的内容可以说每一段都有证据，每一张截图和照片都是实锤，看得出来这是做了万全的准备才来锤的。而且文中提到周勇单单是涉诉案件就高达8件，累计金额高达1亿元。这还算不上父母擅自侵吞几百户小区业主的物业维修股票基金，造成住宅小区都没人维修。在其中更有了交接2年的按揭，期间都还没有取得房产证的小区业主，所以自然而然的，周震南老爹总计拖欠1亿元债务。有实锤的不仅仅是他父亲，他的母亲杨后超同样是失信被执行人，而他的累计金额则是4000万元。而在这篇文章出现后，有大量的网友也开始给出更多的证据，更有一位自称是周震南的粉丝，称自家是全款买的房，但是却没有房产证，他是那么的喜欢周震
正南，周震南的父亲却无法给买了自己房子的业主一个房产证，这让自己非常失望，失望之余也是毅然决然的脱粉。爆料之后，周震南父亲的公司发布了声明，说公司产生的相关商务纠纷已经在与各方积极协调处理。一旦看到网上有网友对该公司的声明进行了通俗的解读，我没错，你们穷人拿不到房产证活该，别害我儿子，他还要当明星。我是老赖，但不伤及子女。如果你们攻击我儿子周震南，我会告你们侵犯名誉权。不得不说，大家的观点总是那么一针见血。这个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周震南作为周勇之子，他会不知道这个情况吗？就像前几天他自己发布的动态，真的不知道怎么继续下去了。看他的意思是有粉丝或者是黑粉骚扰他父母，不过结合如今的爆料来说，当时打电话的人很可能不是粉丝，而是债主，催他父母还债的。周震南父亲公司发表声明后，周震南所属公司哇唧唧哇也站出来发了声明，目的就是想挽回周震南的形象。内层意思就是父母行为如何与周震南无关，请大家不要再伤害周震南的个人名誉。这样的声明分明就是实锤没跑了。只是这两份声明真的能抵挡住网络的惊涛骇浪和网上的口诛笔伐吗？恐怕见效甚微啊。对于我们来说，不管是周震南还是其他人，如果以上证据为真，那就真的太说不过去了。毕竟我们这些打工人本身都是在挣扎着过日子，平时省吃的大有人在，欠1亿这么多债，而自己和儿子却是过得如此奢侈的生活。当然目前所事还没有澄清，仪态也不敢妄断，避免造成不必要的解读，大家还是等着周震南的答复吧。毕竟大家也都知道，现如今做买卖很有风险性，周震南父母想来都不例外。但是这类事儿涉及到商业服务纠纷案件，针对做买卖的人而言，资金链断裂、焦虑不安，或者是被竞争者故意施压，也是有可能的。回过头来看 ，RYCE 作为当下内娱整体最有水花的男团，就是因为他们团魂塑造的最好、最深入人心，才最具备整体商业价值。没成想恋情曝光，先跑一批女友粉，不负责任影响队友和团体，再跑一批事业粉，跑来跑去，糊成了真糊。说直白一点，一位爱豆在真正成长起来、拥有广泛知名度前，他凭什么能够接到综艺节目的邀请？凭什么能够上杂志拿到商务代言？就是凭借着粉丝们的努力。粉丝们敢给爱豆花钱，让品牌方、节目组、杂志看到了商机，这才会对一位爱豆发出邀请，通过邀请这位爱豆来赚粉丝们的钱。而粉丝们为了让爱豆收到更多的邀请，慢慢打响名气，也愿意化身韭菜，任由宰割。可粉丝们这样做，就是希望他们看好的爱豆能够在娱乐圈闯荡出一番事业，从而收获一种成就感。在今后也可以吹嘘道，看这一位很有名气的明星，就是当年我捧红的。粉丝们花钱归根究底就是希望爱豆们的事业有所突破，可如果爱豆不认真搞事业，而一直是爆出其他丑闻的话，就会让粉丝们有一种花钱帮人做坏事的即视感和情绪。无论如何，仪态还是希望周震南能正面回应此事，说不定还可以挽回一部分口碑。只是不知道龙丹妮看到这一幕会不会心痛啊？这 RYCE 日后到底该何去何从？话说回来，仪态也不得不感慨 RYCE 到底是怎么了呀？这些男孩到底是怎么了？他们最初就是11个普通的追光少年啊，为什么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呢？好啦，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喜欢 C 态的视频，就请多多点和关注， C 态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